上任第1天就碰到这么离奇的案子？可说呢，此案确实棘手。哎，要不然这个案子你明州府拿去查得了。苏明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。我这次来，本是想请你喝酒的，毕竟重回仕途，值得庆祝。可你有要事在身，本参军就先告退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帮我出出主意。哎，你觉得那个耿武作分析的有道理吗？当然有道理啊，不过可先排除仵作刘维，因为今日申时，他正在陪同本参军查案。这个思路好，可逐个排除。大理寺案子多，仵作夏侯爽你我都熟，也可以暂时排除。那不就剩下长安县的仵作正好了吗？你做过长安县尉，那个正好，你难道不认识吗？何止是认识啊，他可是整个大唐最有底气的仵作，出自荥阳郑氏。5姓7家当仵作，这没法不让人印象深刻。我记得他祖上是窦建德手下的大将，善射术，百发百中。后来窦建德被太宗文皇帝给击败了，其祖上不肯投降，还以世家名门为傲，这把文皇帝给气的，就罚他们这一支世代当仵作。对啊，你也说了，他祖上善骑射。哎呀，是啊，董越就是被那凋零箭给射死的，得查这个正好。那个罗三军，樱桃不在我身边，去查这个正好，我这心里可没底啊。要不然你陪我去一趟，给我壮壮胆儿。好你个苏明啊！我的苏大县尉啊，绕来绕去，你还是在算计我呀？这怎么是算计你呢？再说这不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吗？仵作正好，为人跋扈得很，还会舞。我一介书生，我去查的，他万一一生气，他射我一箭，我就……如果我没认错，是卢参军吧？怎么，苏县尉你难道不认识吗？认识，苏明嘛，仗着是嫡公弟子，从长安到万年，又当上了县尉。两位，何事登门？哎呦，这是正仵作打的猎吧？且都是一箭中的。那当然，我正好打猎，从不射第2箭。佩服佩服。啊，对了，正仵作祖上那也是一时的豪杰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祖上是荥阳名门贵族。只可惜跟错了人呐。哎，我说苏无名，你能不左一口一个仵作，右一口一个仵作的喊我吗？郑兄提醒是，这又不是在攻陷，应该兄弟相称。郑兄啊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想讨杯茶喝，且有要事相告。哦，那屋里请吧。什么仵作大赛？没听到消息。那现在我把消息告知你了，你会去参加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这个人好面子，怕万一进不了前3，遭人笑话。毕竟京师仵作行中藏龙卧虎，我虽名在5大之中，但我一向谦虚谨慎，也不敢说就胸有成竹啊。更何况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不担心后代考取功名，所以就不参加了吧。今日申时，郑兄在哪儿啊？打猎去了，外边挂着的猎物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可我观那猎物不像是申时打的，从伤口的颜色
和血腥的气味来判断，更像是一早打的。你这是在跟我卖弄仵作之学？正好，你的弓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郑家以射术著称，想必弓是祖传，且是好弓。我想见识见识。怎么，怀疑上我了？何来怀疑之说？卢参军只是想欣赏欣赏你的弓而已。好，等着，我给你取去。小心！果然是你！哎，我说郑兄，要不咱们换个地儿喝茶？爹，您都累了一整天了，今天又是您的好日子，咱不写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这部仵作之书已经写到最后一卷了，爹是真不敢停下来呀，就怕写不完，不能让它成为此生最大的遗憾。爹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咱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。爹，苏县尉带来的那老头不说是神医吗？您为什么不让他帮忙看看疮毒呀？爹虽说是个仵作，但是也懂得一些医术。爹得的这是绝症，治不好。那爹为什么还说要参加仵作大赛？我竟当真了。实话说，心里还有一阵高兴呢。是为自己的前程高兴吧？不，我是为爹高兴。我爹是当之无愧的长安甚至天下第一仵作。就像您说的，若是能靠平生所学扬名于四海，那将是件多好的事啊！别光夸爹了，今天该背的可都背下了。背会了。背来听听。被利刃所砍头者，头骨断面平整，再变须看项下皮肉。若筋腱卷缩，两肩颈骨高耸，则说明是生前遭砍杀；若死后被砍头，则筋腱并不收缩。若尸首临墙壁，还需观察墙上是否有血迹，血迹是否呈喷射状。身首异处者，需测量头颅与肩膀之距离，即头颅在尸身左右之位置。再者，需拼接头颅与尸身，测量颈围之尺寸。还有就是要叫亲属辨认尸首，确认是否是同一人。若凶器是平头刀刃，记录时写刺，可否？不可，只有尖利的凶器才可以记为刺。好。爹，您该休息了。爹今天高兴，就多教你一些。我现在就传授给你如何判验马前子毒，你要用心记。是。中马前子毒者，起初无力，脖子发硬，继而肩部和大腿陷入痉挛，直至周身抽搐，最后全身卷缩如弯弓，反复弯曲多次，其痛苦可谓人间之最。此毒可谓歹毒。在凶案中很少能见到此毒，有的仵作终身都没有见过。但要想成为一名好仵作，必须学会如何辨认此毒。记住了，爹。爹真是羡慕你啊！年轻就是好啊，不用笔，只用脑子就能记下。老头子，咱家最近啊，怕是有喜事要临门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你不知道，咱闺女呀，今天在大街上捡了一袋子的钱，数了一下，一共7749枚，这是多么吉利的事儿啊！哎，咱闺女不是正愁嫁呢吗？我想啊，这一定是天赐良缘，要降临了。哎呀，别美了，赶快熄灯睡觉吧。45、46、47、48、49。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一日之内就有良缘？相思明月夜，迢递白云天。谁在外面？郎君，你是谁啊？我们是不是见过啊？相思在万里，明月正孤悬。啊！郎君。钟仵作，这么早就出城，这是要去哪儿验尸啊？我在教儿女骑马。卢参军，请让一让。我若是不让呢？那我只能从你身上踏过去了。好，来吧。你凭什么拦我？我若没有理由，就不会拦在这里。皮儿、吉儿，今日骑马高兴否？高兴。记住爹爹和你们说的话。长大以后，一定要成为人中龙凤。是。带妹妹回家。爹。皮儿，回家。卢参军没有当着我儿女之面动武，钟师载谢过。利用正好杀害赌月，一箭双雕，以确保自己在武作大赛上能够获胜。你这计谋过于阴损了吧？哼哼，看来你是不准备下马投降了。我用的是吕将军的名号，将军可百战死，焉能下马受降？好你个仵作，还会马上武艺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2年前听说右金吾卫中郎将在鬼市力破幽冥寺怪，用的是3节枪，好生羡慕。我便把这条跟随我多年的丈八蛇矛也改造了一番。我出身为奴，从小拜师学艺，成为仵作，才从奴籍变为剑籍。但是我从没有一天放弃习文学武。
今日你若胜我，算你有本事；但你若被我一枪挑于马下，那么异国藩邦从此便多了一位领兵打仗的钟大将军。好一个钟大将军，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要反叛于我大唐吗？少废话，策马过来吧！驾！驾！听说那贼武艺高强，哎呀，若没有卢大将军出手相助，我们万年县还真抓不住他。哎，少客套。薛桓已经先行入方立案了，本参军就不陪你审案了，告辞。罗凌风，师弟，多亏了有你，愚兄在此谢过了。希望万年在苏少府的治下日夜长安。长安万年。当年我见到他时，他一身是血，身上还多处受伤，一看便是与别人拼杀时留下的。我妻已死多年，并未给我留下子嗣。钟世载是我收下的第一个徒弟，我对他就像对亲儿子一样待他教他，但终有一天我发现他并不适合做仵作，就是因为他少时杀过人。干我们这一行的经常跟死人凶器打交道，看到的感知到的亦会激起一个人的杀戮之心。现在你明白耿老为何要将你逐出师门了吧？钟世载的仵作之技虽说能够排在长安的前列，但是并没有把握进入前三。他为人极其精明，他最擅长是借力打力，更善用诡诈之计。故当我发现董岳之死没有那么简单时，我就怀疑上他。他以为一气除掉董正二仵作，便可确保自己进入前三甲。我谎称自己要参加仵作大赛，并且提前写好了这个，等他来。我若遇刺，杀人者钟世载也。您这是提前预判了案情。徒弟是我教的，老朽惭愧不已呀。我昔日为奴，却有幸随小主人读书习武。小主人愚钝，或者说就是一个傻子，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马上马下的功夫都不如我。主人因此生气，常常打骂我出气，我只能一直忍耐，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。但是我的忍耐并没有换来善待，主人越发残忍，几次险些打死我。我忍无可忍，就杀了他们一家3口，又伪装成盗匪夜袭，我自己也受了伤，才骗过了捕贼官，逃了出来。活到了今天，师父说的对，我早就厌倦了做一名仵作，因为我每次看到死人、凶器、杀人现场，我就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呀。
苏县尉，苏县尉，发生一起斩首案，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子，身首异处。科须验尸，仵作钟世载在此。可惜了，做仵作的机会也不再有了。幸好没叫喜君来。苏县尉，没有仵作可请了。去请耿老，就说我叫你去请的。是。哎呀，苏县尉才上任，还请您老给个面子。不是我不给面子，你看我是又老又病，真的出不了门了。苏禅啊，你跟徐局长聚一趟，就说是代父验尸，问苏县尉能否应允啊？怎么？你不是一直希望自己做个仵作吗？可我是女子，能做仵作吗？哎，女子验女尸比男子更为方便。再说，苏无名是狄公的弟子，自不会因循守旧，也许正可成全你，拿上我的验尸箱，去吧。去吧。嗯。我以前没验过尸。每个人都有第一次，请吧。苏县尉真的允我验尸？耿老既然让你来，想必你已得到他的真传。另外，樱桃可以帮你记录。如此，有劳了。记：向下皮肉卷缩，两肩颈骨高耸。周遭有喷射状血迹，这是生前遭砍杀的尸状。头颅在肩膀右侧4尺，头颅断面平整，可与躯体接上，故推断应是被刀剑之类的利器所砍，且杀人过程为一斩而就。应即刻寻找亲属辨认尸体，确保身首为同一人。丧命时间，观伤口应该在亥时，最晚子初时分。苏县尉，我不知道还需要验什么了。验得很仔细，思路清晰，判断无误，未来必是可继承耿老衣钵的好仵作。徐期长在。按仵作所言，立刻去寻找死者亲属。今日仵作苏禅可得最高验尸费用。另外，未来万年县需要请仵作时，均可请苏禅。是。苏禅，你不错，一点都不比苏县尉验的差。恭喜你成为女仵作。其实你并非第一个，我们之前在石阳县也见过，且不止一个，所以你并不孤单。尸体都看过了，能确认身份吗？就是我的女儿，昨天还好好的。都怪你，孩子捡那点倒霉的钱就应该扔出去，你倒好，还当什么好事？捡钱？哎，娘，你看。这是谁丢的呀？这个荷包是你们谁的呀？卖包子。不是我。哎呀，快数数有多少？哎，
过一个钱袋子，大约这么大，红色的，见过。特别小小那种。今天我们就没去过十字路。苏县委，附近街巷都问过了，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听说过丢钱的，还没听说过谁捡钱的呢。谁要有这种好事儿啊，谁也不愿说出来呀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袋子有人见过吗？大家都看看，知道吗？见没见过这个红袋子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二师兄，吓到了，木头做的。平时没事了就用它练习妆容之术。看看你这儿，哪还有个家的样子？你现在应该承认了吧？不再做仵作，又从家里搬出去，就是嫉妒爹对大师兄比对你好。当年刑部和大理寺都向爹要仵作，爹推荐的是大师兄，却不是你。你是不是还在生爹的气？都过去了。来喝碗汤吧，这是我亲手做的三乐姜骨汤。那不是西式的名饮，达官贵人喝的，你自己在家做得了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就是用喝梨乐、安摩乐、皮梨乐3种果子煎汁，再配上猪筒骨一起煮。那我可要尝尝。来，真好喝。我还有一件好事情要告诉你。一大早我就听说师兄被宫协抓了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还能有什么好事啊？是啊，和大师兄的事情比起来，我当不当仵作也就不算个事。你要当仵作？是苏县尉允许的，验的是一具被斩首的女尸。也不知道应该替你高兴还是……为什么不替我高兴？仵作阴气太重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合适。可是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二师兄，你不知道，你搬出来以后，爹每天都要教我验尸的口诀。你已经学了3年了。对啊，我虽然学了3年，可是爹时常骂我笨，因为在他心中，天分最好的是二师兄你。大师兄的事情，我能看得出来，爹心里难过得很。所以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二师兄重回仵作行。这不是要举办仵作大赛了吗？二师兄你最厉害了，一定可以拔得头筹。这样就可以成为宫谢的人，爹一定会以你为荣的。我做炼容师，也会成为全长安城最好的。我会常常去看师傅，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你来之前，刚有人来请过我，为死者描画妆容，说是横死的，头被砍了下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验的那具。苏禅，谢谢你做的汤，好喝极了。苏县委，棺材铺的小伙计，也就是董月徒弟，在他师傅面前自杀了。这把剑啊，平时就放在这儿，据说是辟邪用的。要说这董月干了一辈子仵作，身上真有点邪气。他横死，肯定心有不甘啊，非要把徒弟带去给他陪葬。徐西长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杀？这不是很明显，他就是请仵作。是。去耿仵作家请苏禅来。是。
那个红袋子是谁放那儿的？哪儿？啊，一大早接到报案，我就把棺材铺封锁起来了，没有任何人进来。这应该是原本就在那儿的吧？樱桃，来数一数。7749。3。验，死者口眼张开。记下。验，死者双手均未见伤痕。需分开记录。哦，我的错。验，死者左手未见伤痕。记下。验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。验，伤口在左胸前，洞穿而过，此剑钝而不利，故推断行凶之人有极强的臂力，且是在死者不注意时一击毙命的。你怎么确定是有凶手？为何不是中邪、自杀的呢？若是自杀，以死者的臂长，根本握不到剑柄；若握住剑身，刺入并洞穿其胸膛，那么手掌必然会留下伤痕。更何况以此剑之钝，绝没有此可能。苏晨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地上的血迹甚是怪异？我也发现了，正准备仔细检查。我已经写好了，主钟世载出师门书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不让即将面世的仵作之书蒙羞。你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钟世载急功近利，表里不一，早就该将他逐出师门了。但按照仵作行的规矩，这份文书需要门下弟子一同签字。耀儿，你从小不识字，但为师听说你现在已经学会了。是啊，离开仵作行3年，我除了做炼容师之外，一直在读书练习写字。啊，耀儿好勤奋的。我也是希望有一天，继承师傅衣钵时，不叫人说我目不识丁。好，那来吧。你看，为师已经落款，苏产也签了名字，就差你了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明白，毕竟大师兄跟随您多年，但师父不必难过，不是您无情，而是他钟世载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已经想好了这最后一篇写什么了，就写仵作为何不能杀人。师父，恕弟子直言，这没什么好写的吧？任何人都不可以杀人呢。您再想想，一定有比这更好的篇章，视作凝尸记的结尾。可为师这身体……您放心，您的手还有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虽然搬出去住了，但不是每隔3天都来探望您吗？其实，每隔3天，我也会去道观里为您求一次寿，早就得到了神灵的启示。
说您的寿还长着呢。二师兄中笑道：“苏禅不急。”出了命案，一个乞丐也捡到了出气袋。叫上仵作苏禅。仵作苏禅前来验尸，无关人等退后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爹，苏明，你不是说想吃苏山吗？给你送过来了。快，随我去跟我祖家。